这个 X 光片哈，我会发现，那这个我们一开始开业有这个病人来啊，骨头一看就知道有。三宝老爹公气气，大家好，我是吴国元牙医师，也是物理治疗师。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牙周病的治疗牙周病也是我们国人常见的疾病之一大概10个里面大概会有6、7个以上有牙周病的部分。但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它就像一个无名病一样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大家有了开始有一点点发炎，牙龈发炎，觉得还好也没有痛也没有肿等到你真的感觉到会痛会肿的时候，通常我们发现都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以这种不痛不痒的病都是拖到最后面，有些人一来就是这已经在咬了就已经骨头流失很多了，所以要提早发现，然后提早治疗，定期检查。当然不是所有的牙医师尤其是年纪比较资深的牙医师比较少接触这一块啦所以你说我都有去洗牙，会不会有牙周病？也会有，我们有接到一些病人都有在固定半年洗牙，可是洗到最后牙齿都在咬。因为有些比较资深的牙医师是没有在做牙周病，他来就是牙周问题，就是洗牙也没有做比较深入的治疗等到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牙齿也进展不起来，就跟你说拔掉，就牙周病拔掉这样子所以要好好找一些你喜欢的你信任的诊所帮你做检查所以你们看看这个 X 光片我会发现那这个我们一开始开业有这个病人来骨头一看就知道有牙周病你5年后没治疗会怎样？5年后牙齿掉很多掉了很多颗骨头继续流失所以才短短5年，你的牙床会掉几颗，事实上有些很严重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快。基本上我们牙周病的治疗就是里面牙龈发炎，里面卡一些黑色的结石，牙肉本来是贴合在上面，因为有这些结石的存在造成它牙齿跟牙肉之间的缝我们称为口袋牙周盲袋，现在口袋越来越深，你的钱越来越多 OK 的可是你的牙龈囊袋越来越深，是对你牙齿是越来越不好的有些情况是因为牙齿倒了，我们之前有遇到一个阿公817嘛之前有看我影片，有看过一个阿公，我们访问一个阿公他的右上第一大臼齿就掉了，然后后面的那一颗就往前倒，最后都是他就倾斜，然后他前面这个会有一个缝倾斜的一个形成一个锐角，锐角的部分是很难清洁，就是藏污纳垢。所以牙周病牙龈发炎、出脓发脓流血都会有常见所以你发现你牙齿开始刷牙会流血，就是开始要问牙医师是不是有牙周病还是只有清洁就好所以总共会有这些甚至最后骨头牙床都会流失所以这是我们害怕的牙龈发炎、红肿也骨头流失，就是牙齿造成的地基开始不稳甚至有一些就是以前假牙没有做精确的印模，然后它的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就会有形成一个死角，让你不好清洁，这会形成牙周病。所以假牙做的密不密合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治疗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治疗是要把深入到牙肉里面用牙周刮刀深入到牙肉里面去把里面的脏东西把它清掉就是这样子牙周病的治疗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例子这个是我们先来观察一颗拔下来的牙齿你们看上面你会看到上面有黑色的结石，就是今天的主角我们等一下我们先以口外牙来跟大家分享基本上牙周病的治疗有哪些。这个牙周病的结石已经不再是白色的结石，一般我们去洗牙病人来我们这边洗牙就是看到什么白色的结石可是我们牙周病的治疗都是治疗以黑色的结石，因为它藏在牙肉下面，所以有时候能不能治疗得到不一定你看我洗牙这样子洗，实际上也可以洗掉一部分
只是洗牙在牙根上面会不会造成刮痕，这也是研究上有在探讨的。你看你看啊，大部分的黑色结石有没有被清掉？有慢慢的被清掉，就像我们一般的洗牙一样，也是可以清掉一部分的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残缺留在上面接下来呢我们会用手工去刮所以这个非常的费力，非常的辛苦。所以因为以前我们在医院受训的时候，很多牙周病的医师手都怎样戴不稳，都得到晚睡到症候群了这些都是非常费力、非常辛苦的，所以大部分的牙医师都不喜欢做啦因为治疗好，你牙齿好了，怎么会有机会植牙呢？当然没有机会植牙所以大部分的牙医师，第一个会做也不想做，第一个非常的伤手第二个非常的辛苦所以很费力。你看这样刮是非常辛苦了，一颗一颗，你看刮一颗牙齿就要花这么久的时间，还不一定刮得干净而且都要上麻药去做治疗你现在你看得到我们把牙齿拔下来，你看我们这样子刮就非常的辛苦而且必要时不一定能刮得干净有些囊袋太深的部分研究显示大部分都清不干净，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打开来做手术清洁啦那我们今天不会讲手术啦我们等一下来分享一些 case 来跟大家看，说我们临床上真的是这样子做吗？是的所以牙齿真的一定要刷干净、刷好你看超级累的刮一颗牙齿刮了半天，真的是刮不完所以都要花很多实际就是我们昨天热腾腾的例子病人来这一看知道牙肉红肿的很厉害我们要开始刮了我们用牙周刮刀刮一下刮两下我们看一下，哇，里面有什么？我们刮出什么东西？我们才刮两下有没有实际有没有看到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就是刮下来的结石所以这是我们昨天治疗牙周病的病人比较难得看到的，一颗牙齿就藏那么多结石其他牙齿还好没这么严重，可是这一颗真的是肿得很厉害，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为了这一颗真的花很多时间。当然其他颗我们基本上牙周病的治疗是全口都会治疗，我们等一下会有其他 case 来跟大家看我们做全口的治疗是怎样你看真的刮了非常多的结石一颗牙可以藏那么多结石，所以你们刚刚看到那一颗口外牙也是一样绝对不能手软对结石心软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都会上麻药做深层的治疗就跟一般的洗牙有什么不一样？一般洗牙就是洗表浅，我们看得到的。牙周病治疗主要治疗牙龈下的治疗所以要把里面的脏东西把它清干净所以都要花很久的时间去做治疗所以一定要好好照顾清洁你的牙齿不要真的拖到不行了才要看，有时候不一定能救得回来，甚至这样刮完还不一定能刮得干净，还要到第二阶段牙周病的手术所以这样子这么深入的治疗一定会流血啦所以这个没办法，可是能治疗的好就不需要手术到那个阶段当然手术是不得已的，我们还是会照传统的做法你看总共刮了那么多那么多结石才刮一两颗而已，就看到那么多结石了好，那我们看另外一个 case 你看后面的牙齿，我们也先做牙周囊袋先检查看哪些地方特别深哇，才知道敌人在哪里开始刮这个是你看最后一颗好你看这是智齿我们现在刮的是智齿有没有我们对智齿也是不手软也是超大一颗什么结石的所以真的有时候智齿真的不好顾很多人就是因为智齿后面不好清洁造成的发炎拔掉
可是如果病人很想留，我们还是会帮他把它清干净，而不是自此就放给他烂了哈。我们牙周病治疗是全口的治疗大部分每一颗牙齿都会清洁得到都尽量帮你清哈。如果病人想留的话就算他有牙周病，我们还是可以先治疗看看，不保证他一定可以留下来。可是对智齿的部分，对于口腔的细菌的部分结石能清干净，我们就会尽力去把它做清洁清干净不管是里面外面都会慢慢刮你看好结石这样子刮干净有没有看到哇好，看有没有结石呢所以你们看影片你看结石就出来了，你看所以不管是前牙还是后牙都会有牙周病的机会你不会肿不会痛，不代表你没有牙周病就是牙肉刷牙有点流血所以有没有流血就是你认真清了清了1个月2个月还是都在流血，那就要赶快给牙医师看是不是牙周病的问题当然有些抽烟的人不见得牙龈那么红肿发炎你看到这是不同的 case 我刚刚看到前牙那一个才30几岁这个也是差不多30几岁而已，所以30-40岁左右有些人就是容易好发族群当然有些人已经60-70岁才有牙周病，那个还好，那个就不会很严重。那30-40岁如果没有好好照顾，就会看到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个一样5年后没有治疗，就不知道会掉几颗了所以牙周病的治疗大概是这样子。有进诊所的话一定要好好检查你的牙齿是不是有牙周病大部分单纯牙龈发炎洗牙就可以了。可是如果它的口袋实在太深了，我们就建议做牙周病的治疗这样子才可以让你的牙齿使用寿命延长啦我们也不能保证说牙周病治疗会不会再发可是如果医生诊断出来说你有牙周病了，就跟医生诊断出来你有糖尿病高血压一样这个短时间不治疗会怎样？也不会怎样。可是你总不能血压到200了糖尿病破200了牙周病牙齿在咬了才要治疗，那个已经当然有些很危险就不能血管爆掉了糖尿病已经昏倒了才要治疗就那对身体的伤害都是很大的，而且这些细菌都会跑到你哪里？跑到身体里面那时候我们之前有讲过0到100岁跑到身体里面造成什么心脏的问题或者脑部的问题或者是肠胃的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或者骨头的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所以牙周病的治疗不是只有单纯牙齿的问题，我们之前都有讲过所以一定要好好重视这个部分，把牙周病把它顾好当然知道希望大家把牙齿顾好。